姐，我们好了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所以就看得出今天是有2个人了，是吧？位置要比较大。凤姐，你桌上有2个牌子，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？心直口快，腼腆害羞，代表今天2位嘉宾是吧？腼腆害羞肯定是比较高那一个啦，腼腆害羞，另外一个应该是比较爱闹的，应该是这2个。那你知道他们2个人的共通点是什么吗？他们都是男的，然后都是电影人，拍电影出身的，然后都是音乐人，然后不是花俏俊男，但是是型男，有才华的男人。全听你说。来了。进来啦，快点！你要掌声鼓励嘛！哎呦，你怎么变这样我变怎样 ？Oh my god！ 我看到你应该是你笑，或者你笑我哎。你怎么变到像老安 T？ 有像，真的有像。一个变年轻多了。哦，谢谢。伟良跟 Tosh， 你看我再放在你们后面的牌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腼腆害羞，一个是心直口快。哎呀，我应该坐这边的。这样这边应该是我，我应该不可能，no， 不可能。我也是可以很腼腆的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应该是腼腆害羞的。坐回来了，坐回来了，坐回来了。但是2个人给大家感觉是不一样的哦。OK， 我们先介绍一下，2个都是电影人。哎， Tosh 在很早以前就是网红啦哈。对。在网红跟你给人家形象是又敢说，敢爱敢恨敢批评，你就是我就是个性不明显，你自己讲嘞。他每次看到我的时候，凤姐看到我的时候，好像总是不懂要讲什么才好这样子。我觉得他蛮喜欢你的，因为他会捉弄你。是，我真的我会怕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OK， 可能因为是拍电影的关系，我一直觉得你是长官，我觉得你很凶。是。你到底凶不凶？不凶啊，不凶。然后我如果现场我介绍你们说长得不是很帅，他讲会不会生气？我说伟良可能不会，因为他承认。Tosh 嘞？哦，这个我也承认哎，我觉得我的帅是来自 talent。对呀，我不是那种一看然后就觉得很哇，你可以这样转一整圈夸自己啊！哇，我的帅来自 talent 哇！来啦，你们吃东西了吗？我们只准备来这边吃的。真的吗？我们是他们说今天凤姐会请啊。制作组请，而且你们很聪明，制作组请就要请最好的。是啊。所以你们 order 对了，日本餐贵。哦哟。是因为真的喜欢吃，还是因为只吃贵的？吃贵的。嗨，谢谢九杯咖，谢谢。他叫什么？九杯咖。九杯咖哦，哇，这名字好听。再讲一次。我很少听你讲英文的，而且讲英文讲到这么标准，哇，九杯咖。他是第一个嘉宾敢问我九杯咖，我叫对吗？那英文怎么讲？九杯咖。啊？九杯咖。你看是不是很作？英就是要丢一点点啊，让我们很难看，很难看。每次被我们录 bad 啊你。Hello， 九杯咖。哎，我们拿一点，谢谢。谢谢你。然后可以用公筷母吃了哈。你不吃啊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吃。没有肉，等一下它用到热，等一下就冷了。通，你看，我讲，他就拿给我了。训练得很好，你的贤内助。你知道的。吃，我就开始攻你们了。OK， 快点吃，不然等下攻了会很饿。你们都没有跟你讲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来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来这边可以看到怡凤姐。他很想看到你的女儿。谁讲女儿？为什么你每次离题离这么远呢？因为凤姐以前说过，她的女儿蛮喜欢你的，有品味，很有品味。你生了一个很有品味的女儿，真的是。我们来拍个照给她看一下呀。OK， 开工了。哎呀，奇怪，我讲说拍给他女儿看，我突然有点紧张，为什么？心花怒放。特别会讲话这2个。我就很会，他就还好。你就很会，他就还好。OK， 来啦，2个人我们都认识，他们是我说电影明星，你们是电影明星出道的嘛？不好意思，Do Man，就是志强大哥那部电影，对，演了4个系列嘛，中间还有一些莱恩 Man 这些，所以真的是很红，爆红。但是大家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是你们？你们怎么样开始演这部戏的？哎呀，这个东西我只可以讲说，梁导会演是英雄，他选对人。我们去试镜的时候是每一个角色都演，
是每一个角色都试试看你。有演过长官没？你去 try 长官没？我有 try，他应该不会给你，他给你是那种罗邦啦、对，大耳窿啦、路人甲，人家的第三者。要把这些角色演好啊，也不容易的嘞。你要让人家相信，你要有说服力，说我真的是路人甲，不容易的嘞。你怎么有这个天分会被人家看到？我唱歌台，然后我之前的师傅王雷就认识梁导。哦，所以你看啊，网红跟歌台，对不对？网红也没有很红那个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我不要自己算。多少人啊？那个时候？那个时候可能1万2万吧。所以你是做 YouTuber， 然后被人家看到，就叫你去应征。因为那时候我的视频都是我每次喜欢好像骂人啊，然后之后有一个 video 被 YouTube 拿了下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我骂得很爽，然后很多人去看，然后有人去 report 说那个是好像我在 attack 人，所以那个 video 拿下来。但是从那边之后就开始很爆红多了，人注意到我的。网红就是这样，你要有一点 talking point，你要有一点很个人的想法。阿嬷我会 controversy， 我会。果然进步了。OK，他的华为也进步了。几年前你们做嘉宾的时候，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现在也可以。OK， 很好。现在怎么这么多话？然后你就去应征梁导的那个戏。对，当时我要去的时候，其实我应该要飞去澳洲读大学，然后我1个礼拜之前我就收到梁导的 email， 他就说我看到你的 YouTube 的那些视频，觉得你可以下来audition 一下。然后我下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 audition 梁导不在，是2个 casting director， 然后我的那个 casting 是烂到他们连拿我的视频给梁导看都没有。哦，所以之后 shortlist 的时候，梁导就问，那个 YouTube 那个 Tosh， 他们讲他不可以，梁导他不可以演。然后梁导说 OK， 你叫他回来，我自己 cast 他。然后我第2次回来的时候，梁导就叫我 try 沙珍，因为他讲沙珍你脸凶，不用太多表情，你有那个 feel 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梁导看了就觉得哇 OK 很好，就是你了。然后他说我的脸很，所以。OK， 然后第2次就面试成功了。对，我面试完了，他就说，好，我选你，让你演沙珍。然后我就真的他讲你澳洲不用去了，你 defer 掉，然后拍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再打算。然后我就 OK 好，然后就真的成为了电影明星了。然后你没有觉得在做梦？我记得我要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，我们的 producer 在那边 Leonard， 然后他就讲 Tosh， 我转过来的时候他讲 We are gonna make you a star， 然后我就哇哦，但是你赌上的是你要去澳洲升学的命运呢。你就真的放弃去澳洲了？你家人没有反对吗？有，那时候我妈妈很生气，我妈妈说我这么辛苦赚钱让你去外国读书，然后你是做幕后的，为什么你突然间现在要去演戏？然后你又没有演戏经验，等一下演得不好会给人家讲这些东西。但是我跟她说 OK， 我会去 on set 嘛，然后我也可以看到真正的 crew， 真正的导演，我可以学真正的一些knowledge， 然后我可以带去澳洲。然后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来好像安慰他们对，连妈妈都骗。然后你去澳洲的那些读书的钱都是父母对不容易赚到的，听说还有跟旁边人去。对，我妈妈有跟我的阿姨借钱之类的。那个学校的钱退得了吗？有退一些，但是有一些是 deposit， 所以就没了。所以你还没出社会就先亏了一笔钱，就对，还没当明星就先亏了一笔钱。对。伟良应该是没有，人家都已经选满了，你硬挤进去的吧？我是第一个被confirm的嘞。哎呀，真的。他们都还没有被选上之前，我是第一个。就是罗邦。就是罗邦。你看你。我那个时候走进去的时候，我那个蘑菇头有谁可以看不到我？你跟我讲。你本来就这个造型，还是你有做准备？没有，本来就这个造型。我在歌台啊。因为以前在歌台，你帅帅的站在台上唱歌，没有人要鸟我。真的。结果你就用到，然后就是改变一下形象，在台上就是搞点笑，然后又会唱歌这样，然后大家就开始注意到，这个小孩子这个看起来真的很笨。然后大家是真的是注意到我这样子。那你回去跟你妈妈讲是什么？我还跟妈妈讲啊，我跟妈妈讲说妈，不要担心，以后我们生活好了，我要去拍梁志强的电影。我妈妈讲说，梁志强应该是找不到人了，找你。这种冷水这样子泼下来，我已经成功给你看了，我去拍他的电影。所以你们就接着进去拍戏了哦。对。
在拍戏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你们能够接受那个文化吗？我觉得还蛮可以，因为去到片场的时候，然后看每个人都玩在一起啊，然后有梁导在那边指导我们，然后我觉得很容易就会进入那个状态。可是梁导是一直换不是，因为我们对演艺圈没有概念。啊 ，OK，有的时候我们拍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，是最后电影剪出来之后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梁导是这样。在不知道这样子情况下，拍的你们都听话没？听话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懂吗？我们可以不听话吗？我们完全不可以跟他哦，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对，我们都不会。然后现场改稿，你们怎么样去融化、消化？不要读剧本，呀，你只要知道那个脚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。所以梁导的是那种来到现场，哎，你讲这个，哎，我不知道，而且就是，所以他就是口述，你就要开始记。对，会不会很有压力？很怕？会，这个是很难掌握到的，搞笑是看个我跟他之前的默契是差到我们有一场戏20几个 day， 最后被电影剪出去剪掉，就什么，因为节奏，因为节奏不好，我们2个人没有默契那个感觉叫因为太烂了啦。啊，那你啦。这起初的时候我跟他是不好的，就是他坐车头，我就是在车尾，然后2个人因为不讲话为什么你，看不喜欢？为什么？讲不上话，他一直跟我讲英文讲半天，我又不应他，然后我跟他讲华文，他又不懂得应我。OK， 你不想讲话是吗？嚣张个屁！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们在介绍自己嘛，然后他在我后面，他突然站起来，他讲啊，拍摄啊 ，My English not good 啊，but 我的名伟良哦，来给吼，然后我转过来，我看到他的头发，他穿出一个 purple color 的 shirt，然后喇叭裤，还有皮鞋，然后尖尖的，然后我讲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看到诸葛亮的那个发型这样，呀，然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有感觉啊，对对很老的一个对人，对。那个其实是掩盖自己的不安全感，是呀，掩盖住那个你害怕，害怕，你害怕什么？没信心，你到一个新的地方，然后你也不懂得怎样跟人家接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害怕。所以就把自己贬得稍微很小丑一点。对，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容易接触。 OK，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在拍是《A Boy to Man》有1到4嘛，但是间中你们还有拍一些东西，我们来讲一下你们最难忘的那个拍戏经验有没有？我觉得是蛙人吧，第三系列蛙人，当时梁导宣布要拍蛙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得到蛮多讲 backlash 啊。哦，就是很多人对我们的质疑这样子。哇，你翻译嘞 ，OK， 开玩笑，继续，因为当时他们网友啊，还是有些蛙人，他们会感觉梁导是拍喜剧的，他们就很怕会把蛙人拍得很搞笑这样。当时我们压力蛮大的。但你们怎么样练出来？除了被外界质疑以外，你们的这个心理跟身材的建设我，觉得我们第一天进去，然后蛙人跟我们就是说话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 prep talk 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跟自己讲说，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做好来，是这里先进去，然后才 physical 的。哎呦呀，是的，是的，先把这边先怎么样的训练？他第一天就跟你介绍，讲说这边是我们的食堂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就是训练的地方。Let's go for a short run， 14个 click，short run。然后他也没有说我们要去跑14个 click， 没有讲所以他讲我们去 warm up short run， 然后我们跑，我们就离开那个 camp， 跑，我们开始上 highway 了，上排到 highway， So where are we going? Don't ask, just follow。呀，然后14公里之后呢，就是第一堂的最暖身。对，那个就是暖身。回去了之后不会后悔吗？会开始怀疑没有了。后悔不会，你回家整身痛，但是你第2天你还是想回去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付出的话，这部电影一定拍不好。他们还怎么样训练？因为可能那时候就已经要标你们的身体了。跑步是每天都要跑的啦，不用讲。几公里都是在4公里。 10多公里，还有我们游泳。我们需要做这个东西叫 drum proofing， 所以他就把你的手绑在后面，然后脚也绑住，然后他就把你推进那个泳池泳池，然后里面是来10多米的， 4米啊，5米1米4、5米哦4米4、5米4、5米啊，所以你就要下去，然后在里面浮15分钟。不，手脚都绑住了，怎么在那边浮？就很像可以浮蝌蚪这样。对，回对啊，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笨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你得要一直浮。浮在水面上，下去了之后，然后慢慢。你只要趁那个小小的空间，你就呼吸一点，就收着，然后就继续做你该做的 obstacle。不就拍戏嘛？拍戏干嘛这么严重呢？因为我们讲说，如果是
人家做 training 的话做一次而已，但是拍戏你需要 NG， 你需要再回来，你需要再拍，你需要再磨。对，所以人家14个 take 15个 take， 你要扛着那个船这样子。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比他们更结实的话，你拍不到他们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感情叫做唇亡齿寒，就是真正的在第一部就阿 boy 系列的里头，已经找出你们那种兄弟情。我们真的很好，哎，我们真的，那这个很感情是讲不来感情真的的，很紧。很紧。太 together。OK， 感情真的很紧。OK， together 体能训练有些什么最高难度的？你们可以现场示范吗？哇，最高难度的他扛铁饼可以扛100多公斤，他可以扛你。我也可以扛50公斤。可以扛50公斤，那你可以扛他。你干嘛？喂，他说他可以扛我100，我扛他是50，你要不要这样损人？我还以为这个东西不会被注意到哎。有什么东西是最难的？我也是健身的 ，OK。我蛙人很多超高难度的，其实都在水里面比较多。他们有一个 push up，这个叫 dive ball， 要先拿这边啊，这样子可以吗？ dive bomber 啊，好，哦，所以我这样做 OK 啊。亚说普通的伏地挺身就是这样嘛，但是他们做的就是哇，然后这样这个很难。呀，这个很难，这个考验的是整只手臂的 muscle 的循环。对，我觉得凤姐其实是做得到的。打你不要以为现在我们不能接触 each other，我跟你讲，踹一下啦，去不到，很想看哎我。不行啊摔一下，I 我 cannot 们。是不可以接，我们是你要记好，现在不可以接触，我是不可以接你的啊。耶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做得很好，来多两下。不可以，你可以吗？好，来我们 OK，来，你来。踹一下。我靠，他们太厉害了啦！他们像在荡秋千这样。哎，这个可以做。你们厉害！你们每个人的真的身材在那个时候练起来，本来就是底不错。你现在还有吗？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看你这样平的起来，是1粒9度还是什么？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们真的没有了，还是有 shape 还有啦一点点。不错哎，它的 shape 还是在的，旁边那里。因为我之前放弃人生，然后我吃到有点胖，然后整个人就是有点很肉很圆。你现在脸还是一样，很圆啊。比以前的圆很多。你在乎吗？你这不是靠外貌的，你从来都没有因为外貌吸引过任何人。有些人还是喜欢这种的嘞，你懂吗？然后你去动物园，有些人喜欢老虎，有些人喜欢 monkey， 懂吗？有喜欢不一样的动物的吗 OK， 好。 Yeah 演了这一系列的这些 boy 的这些阿咪的戏之后，就开始爆红了。爆红了之后，生活有没有什么大改变？或第一次知道自己爆红是在什么情况？我再一次去阿摩 Q Hub， 就是说拍摄的间中，我想要换件衣服，然后从阿摩 Q Hub 的大门我走进去，我一走进去就被锁，连我进每一间店都没有办法好好买衣服，所以我45分钟后从另外一个门出来，马上搭德士就走。感觉很好吧？感觉很好，但是很怕。呀，what happened？这样上车之后好像在想说，我真的红了嘞，真的很红啊！你们快点跟谁讲？我跟你讲，我在哪里被包围啊？真的然后 Tosh， 呀，第一次啊，我是在Somerset MRT，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去town，我要去买一些衣服，然后我走出来的时候，突然间有很多学生就来包围我，他们说Tosh，然后我就喂，给你 take photo， can you sign this for me？ 我一签完，然后我就快点跑去handicap toilet 厕所，然后我在里面锁住，然后我打给我妈妈。为什么打给我妈？因为我很怕，我不懂怎么去好像 handle 这个去吸收这个情况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讲，应该有很多人来拍照我应不应该回家？回家。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然后走的时候一直有人在看，一直有人指，然后一直要跟我说话。然后他们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他们会讲 scold me。呀，骂我嘞，你骂我，真的有女孩子跟我这样讲，人家骂很爽，你会骂我。然后我就躲在厕所躲了半个小时。躲半个小时。呀，那时候我就想，哇，原来当明星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妈妈有没有说什么？妈妈怎么跟你说？我妈说。你红就好啊，这样我没有我的学费不会浪费，你会赚回来然后还我。终于好想到那个澳洲学费了。妈妈还是在担心钱。而且你不红就惨了，你不红的话那钱就浪费掉了。对，就终于有一个那个效应了。可是你平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到？也如果去那些
pub disco 嘞，有没有待遇也不一样了？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来了之后，他们会想说叫人家挪位置，然后让我们坐这样。以前呢？对，以前你慢慢等啊，你在外面站着等，现在你看我有没有位置，有这叫你进来。我真的以前我记得18岁哦，我在一个我排了2个小时，然后到我的时候他讲 sorry age limit 21，我就OK，然后我21岁的时候我回去那个 club， 我排的时候到我的时候他讲 sorry age limit 23来，他就是不喜欢你，真的。然后后面的女生来，他讲哦看 IC 19 OK can， 为什么他就不喜欢你？他们就不要太多男生在那个 club 里面，他只要带女生进来，然后Tosh 回来了，OK，Tosh 来了之后呢，你又在那边排2队年之后来就是直接有 guest list 啊，然后他们有时候还会叫 bouncer escort 你去那个 VIP area， 所以哇那个待遇真的是很不同，风景都不一样了哦。对。所以来讲一下你们演技啊，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演技？会不会觉得被定型啦？你们一直都是阿 boy， 我应该算本色派，因为在讲什么 gay？ 什么叫本色派？每一个演的都是我，本色演出。哦，OK，不管你演什么角色呀，都是伪良演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最真实的你啊。你有没有去上过科班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懂要讲说是懒惰嘞，还是不想要被一个演戏的一个概念给框着。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是这样子演，然后人家接受那我就一直照着这个样。可是你因为就一直在重复，我一直讲说下一部戏又是阿炳，下一部又罗邦又是什么，你一直都是演同样的东西，不觉得自己也闲聊？你要演一个角，你这一辈子里面要演一个角色，让人家记得啊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人家要记得，有些人演了一辈子啊，演了这么多角色啊，没有一个记得，让人家记得。有一个角色可以让人家记得，其实那个是 blessing 来的。是。那 Tosh 呢？我以前只喜欢演那种很酷的角色，然后要那种比较帅的，但是现在我想尝试一些很不同的角色，就是好像我以前有部电影叫《放映爱》我知道这部戏你投入了很多心血。呀，我觉得《放映爱》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演戏。接到那部戏的时候，然后我去一个训练班，然后我的老师是燕燕杰。然后他就叫我读那个剧本，然后我在读的时候，他一直跟我说，我听不到你的角色的声音，我是听到 Tosh 在读剧本，你是在演自己，你根本都没有投入角色。我一直看到 Tosh， 我不想看到 Tosh， 然后他一看到我有想要耍帅的那种感觉，他就看再来重来，哇！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一想好像接下来要拍的戏，我一想我就会哭。你在面对这种情节的时候，情感一直放。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我有点跳不出来，好像我记得我们已经杀青了，但是我还一直在那个阿强的状态那种想法。然后我有时候讲话我的音也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我阿强讲话的时候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强。然后我跟朋友讲话，我也会用这个音。然后他们很不，我说你的声音最近好像很高啊。他讲真的没？对，走不出来哎。真的是这样。你花多久的时间让自己走出这个角色？应该有半年多吧。这个特别的危险，为艺术你们可以牺牲到无穷无尽。所以你们在讲说，在最早以前呢，伟良讲说他是在歌台的嘛。对。你在歌台之前，你的更小的时候出生，其实你就很会赚钱的是吗？我13岁就出来就洗车，8个小时30块，做过巴士马兰摆摊，卖甘蔗水，卖 fried ice cream， 做过 outdoor sales， 就是那种拿着一个 bag， 里面全部都是好像可能你卖 alarm clock 啊 ，handphone accessory 啊，然后去咖啡店一桌一桌这样子走。可以卖多少钱？我一天可以卖30-40粒。每个人都这么好赚吗？不错的，因为你走的 area 是你熟悉的 area。那有的时候那些摊主看到你，来，他也不管你卖什么，来先放2个下来先。哪有可能？真的。你的口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？我的那个亲和力可能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。但是你会知道你人缘特别好，你卖的特别厉害吧？也会知道。就是因为你的亲和力跟爱说笑。对，爱说笑。你有没有跟我买我无所谓，我知道我们这样子接触是舒服的，然后我有好的东西我介绍你，到之后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，你都会跟我买。那你赚多少钱呢？每天可能100多200块。几岁的时候一天就100多200？可能15、16岁。15、16岁，很多钱呢，很多，一个月就可以多少了？4、5千块。4、5千块。对啊。那你钱都花到哪里？钱都花，该花了，该赌掉了。
就花多少我赌多少。呀，赚多少，然后就因为你一旦开始赌下去，那个就是一个没有回头的东西。所以你16、17岁那个时候出去拼命，也是自己因为想要花钱。对啊，不用你不读书啊，妈妈就会跟你讲说你读书我就给你钱了呀。他用这个东西 motivate 你，好像去学校这样。但是那个时候就有点倔啊，然后就想说哎，没有关系啊，我自己赚。可是你为什么可以在卖这么多钱的情况下，你后来去收入的 downgrade，变成了歌台？我那个时候在买卖车，我还记得一边买卖车一边唱歌台，呀，那个时候买卖车其实还做得不错。我就不懂哪一天睡醒，我跟自己讲说啊，我要表演，我要专注做表演事业这样子。你在歌台的时候是先唱歌，先唱歌，然后谁让你签领进歌台的？一个歌台的台主叫阿侯，呀，他就在 KTV 看到我，然后就我们KTV 一起唱歌嘛。他说：“哎，伟亮，你唱歌不错嘞，要不来试试看？”我说：“OK 了，你有台你叫我了。”3天的话打给我，麦拿了我就上去了。表演有一种魔力，你拿到麦克风，你在为这么多人表演，而且人家喜欢你的表演，为你鼓掌，为你喝彩的时候，麦克风你放不下去。对，是麦克风我放不下去。舞台的魅力，你知对，道吗你？站在台上，然后我第一台我带着妈妈去的，然后妈妈第一次我看到妈妈看着我的时候，她有那种很骄傲的那种眼神，所以你是看着你妈妈的那个眼神，忽然找到我终于可以做一件事情了，妈妈是为我骄傲的。很孝顺，你妈明白吗？不懂嘞，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要去拍戏，她讲说梁导找不到人了，我觉得她可能不明白啊。这孩子，所以你就这样子在歌台的那个整个月的收入还没有之前的高那么多。整个月800到大概1000多块。我唱歌台的时候，每天都跟自己讲说我要放弃，我就可能真的不适合做演艺。后来你就从歌台慢慢有想要转战主持人。对，因为唱歌真的唱不下去了，真的赚不到钱。Tosh 也在做这个网红的时候，也是自己乱摸索的。都网红能够赚多少钱？当时赚不到钱，因为当时新加坡的那个网红那个圈还刚刚在起步，所以我们根本都没有那种概念，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啊。那你的钱怎么去哪里赚外快？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外面做剪接哦，然后我有我自己的 camera， 然后我就去拍那种 wedding fashion， 在很厉害啊。但是我当时我不懂 market rate， 所以我就是一天我拍摄我就 charge， 1个小时10块钱，然后我拍8个小时就80块，然后那时候我笨我也不知道，连8个小时80块拍摄，这些 crew 会恨死你呀、每个我，你看，对，那个 producer 也没有跟我讲，我讲他讲你的 rate 是多少？我讲1个小时10块，因为我刚刚出来，我不懂那个 market rate。他讲 OK， 1个小时10块，可以，明天你过来要拍10个小时，然后呢还剪接，剪接就是一个视频150块。但是之后我认识比较多人了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哎，其实你的 rate 是给人家吃的，你应该 charge 这个，然后你不会很失望吗？你一出社会就被人家骗到这样，可能他的上网络在骂他啦。但是我想说，我们就是刚出来社会的时候，一定要给人家骗一下，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。是啊，一定要吃一点亏才会长大。一定要。你们俩感情到底多好啊？有点太好，我觉得。有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们在一起的那种。我看他在床旁边哭，哇！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控制。我就不接工作啊。为什么？对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没有信心。我想说这个地方有点假的。